丹麦，一个美丽的童话王国，也是世界上最环保的国家之一。可谁能想到，在这片净土之上，仍然保留着捕猎海豚和鲸鱼的野蛮传统。2021年9月12日，1428只大西洋白海豚在法罗群岛血腥屠杀当中丧生，令全世界侧目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原来不是什么偶然事件，该地区每年都会进行这样的捕猎行动，而一些国际环保人士对此却视若无睹。法罗群岛位于冰岛和挪威之间，是丹麦王国的一个海外自治领地。这里四面环海，主要依靠渔业和旅游业发展经济。每年夏季，法罗群岛都会进行捕猎鲸鱼和海豚的行动。猎人们会把领航鲸和其他大型海豚赶到浅海湾，然后用长矛杀死它们。而实际上，在法罗群岛，捕鲸是一项合法行动。在捕猎结束后，被宰杀的鲸鱼肉和海豚肉都会分发给当地的居民。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维京时代。许多法罗群岛的人坚信吃鲸鱼肉是他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于是每年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行动。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屠杀鲸鱼。重要的是，法罗群岛的海拔高、多山，缺乏耕地，在饥荒时期，领航鲸的肉对于当地的岛民来说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源。自1948年以来，捕猎行动一直由法罗群岛当局监管，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接受培训，使用现代化船只和通讯设备，并接受警察监督。按照规定，捕猎过程中，猎人们要用半圆形船只包围领航鲸，根据领头人的信号，他们会把系在领航鲸后面的石头扔进水中，防止它们逃跑。紧接着，船只将鲸鱼驱赶到事先安排好的海滩或峡湾。接下来，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都会被驱赶到海滩上面。一旦领航鲸搁浅在海床上，猎人们就会用特殊的捕鲸刀，在它们背部进行一次深切。等鲸鱼死亡后，就是抹脖子放血，最后进行割肉。不过，在海上用鱼叉捕鲸，或是把鲸鱼弄到包围网之外动手，都是非法的。其实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随着科学家的深入研究，发现了鲸鱼肉的食用安全性似乎应该打上问号。实际上，鲸鱼肉本身是一种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健康食品，但作为海洋生物链的最顶端，鲸鱼体内的重金属含量也令人担忧。根据数据显示，在鲸鱼和海豚的肝脏当中，平均每克汞含量为370毫克。另外，肾脏和肺也受到了重金属的严重污染，显然这些都是拜海洋污染所赐。那么可想而知，鲸鱼肉当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含有了大量的汞、多氯联苯等剧毒物质。尽管专家多次警告过，食用鲸脂和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，但捕鲸者依然在捕猎行动后分发给岛民们。当然，少量食用鲸鱼肉，人体不会立刻表现出不适，可一旦食用过量且长期食用，就会严重危害人体的消化道和呼吸系统。科学家提醒，尤其是孕妇和小孩，还是要尽可能的避开鲸鱼肉。不过，随着经济发展，再加上人们意识到鲸鱼肉存在潜在毒性，当地居民已经大大减少了对这种食物的依赖。可是，这却丝毫不影响一年一度的捕鲸行动，平均每年还是会捕获领航鲸670头，白海豚300头左右。2021年9月12日，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捕鲸行动，仅仅1个小时就有1428只海豚死亡，远超往年的平均数。实际上，这次行动出现了好几个严重的错误。首先是捕鲸者低估了海豚的数量，他们第一次发现海豚群的时候，预估总数量在200只左右，可谁知道实际数量远超这个数字。其次，捕鲸者人手不够，按照规定，整个狩猎过程中必须确保岸边有足够的猎人等待捕杀海豚，否则会大大延长他们的痛苦时间。最后，这次捕鲸行动本身就是不合规的，比如参与的捕鲸者缺乏许可证，以及没有得到当地的捕鲸领导人和管理人员的批准等等。显然，法罗群岛已经成为了海洋哺乳动物的屠宰场。由于人手不够，再加上这次屠杀规模又异常大，许多海豚都没能经历快速的无痛死亡，它们在搁浅时被所谓的盾钩或者气孔钩粗暴地拖上岸。接下来，屠宰过程更是血腥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作为具有高度社会化的海洋哺乳动物，海豚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肢解，挨个倒在血泊之中，不知道那一刻他们对人类有多么的失望。然而，法罗群岛的一些岛民似乎也不担心这么做会引起全世界的谴责。比如，当地的一名叫做斯坦托尔的渔民觉得，外界的反应实在是有些过度。在当地，捕杀鲸鱼是非常有必要的，人类需要以此作为食物，而且鲸鱼的食量非常大，一次进食要摄入好几吨食物，不控制数量的话，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食物。一直以来，渔民们都尽量以非常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捕猎，使用的工具也都是经过兽医认证的。斯坦托尔表示，整件事情的问题关键所在就是捕鲸行动是赤裸的展现在众人面前的，所以每个人都能看到发生了什么。对于那些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，法罗群岛确实就像个公开的屠宰场。当然，一部分法罗群岛的居民也都觉得1428只海豚实在是太过惊人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法罗群岛历年一整年猎杀海洋哺乳动物的总和。最重要的是，整座小岛也才5万人口，这么多的肉势必会造成严重浪费。
况且除法罗群岛以外的区域，海豚肉和鲸鱼肉几乎是没有售卖市场的，所以这次大规模屠杀过后，毫无疑问会丢弃大量的海豚肉，着实令人痛心。由于这次大规模屠杀海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，动物权利活动人士还在呼吁人们抵制法罗群岛出口的海鲜。无奈之下，9月16日，法罗群岛总理巴杜尔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，承诺会对海豚捕猎活动进行正式审查。事后，当地还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。据统计，有 83% 的岛民支持捕杀领航鲸，保护传统，但有 53% 的岛民反对将捕杀范围涉及到白海豚。根据资料显示，目前在我国，领航鲸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但在全球范围内，领航鲸的总体数量尚可，所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并未将其列为濒危物种。可难道这就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的捕猎吗？多年来，人类的捕猎活动加上对海洋环境的改变，已经对海洋生物造成一定的威胁，有些鲸鱼甚至已经濒临灭绝。可笑的是，2022年7月，法罗群岛政府对于这项传统出台了一项规定，那就是每年海豚的捕猎额度为500只。消息一出，立刻遭到了动物权利活动人士的抵制。要知道，除了大规模屠杀的这一次，几乎以往每年都不会超过500只海豚被杀，现在却又规定数量为500只，言外之意就是把捕鲸行动正式化。对此，法罗群岛渔业部长的解释是，规定数量是为了确保可持续性，而且捕猎的数量仅占北大西洋中所有鲸鱼的一小部分。岛民是有义务保护国家资源的，但也有捕猎的权利，保护传统。谁能想到，这个曾经被评为50座世界最美岛屿之首的地方，竟然每年都在上演如此残忍的捕鲸行动。不过它并不是世界的独一份，还有一个地方与法罗群岛一直在相互鼓励，彼此支持捕鲸行动，那就是日本。2017年，日本泰迪市宣布将与法罗群岛小镇克拉克斯维克结为友好城市关系，这两个城市都是以驱赶渔业而闻名的。缔结友好城市无疑是在抱团联合抗击反对捕鲸的争议。至于日本的捕鲸文化，在江户时代尤其盛行。食肉是一方面，鲸鱼浑身都是宝，金质、金皮、金骨都能制成各种各样的产品，卖上好价钱。二战后，日本粮食短缺，开始大规模捕鲸。虽然战后日本逐渐摆脱了对鲸鱼肉的依赖，但日本人竟然声称这是为了保护传统捕鲸文化和科学研究，并非商业利益，所以仍然坚持捕鲸。其实捕鲸行动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，一方面涉及到生态保护，作为海洋食物链当中重要的一环，过度捕鲸确实会导致鲸鱼种族数量减少，从而影响生态系统。而另一方面，鲸鱼是深海中的宝贵资源，如果人类能够合理利用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。可问题就是该如何达到平衡呢？由于环保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多方努力，许多国家已经加入了国际捕鲸委员会，自此通过国际公约的限制来保护鲸鱼和海洋生态环境。但有些规定引起了捕鲸国家的强烈不满，比如日本，在2019年选择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，而且在第2年就恢复了捕鲸行动。日本坚称他们有权以科学研究的名义进行捕鲸，不需要其他组织的干预。正如法罗群岛的政府所言，几个世纪以来，岛居民一直依靠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来维持其经济和当地粮食安全。如果全面取缔数百年的捕鲸传统，这完全与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违背，显然也是不现实的。所以这其中的问题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。但抛开鲸鱼的供求关系，我想问的是，所谓的人道屠杀真的有减轻鲸鱼的痛苦吗？而且这些捕鲸国家是否能够保证，在出现一些重大环境和生态问题后，又会不会在第一时间把自身利益抛之脑后呢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大家对于现存的捕鲸传统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镇长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